今天我们要聊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世界大国突袭世地，以立法方式力挺台湾，把保护台湾海峡白纸黑字写进了本国法律，让北京当局当场傻眼。为什么这个国家要如此大动作挺台湾？这部法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幕后又发生了哪些曲折？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段精彩的故事。首先，哪一个大国竟然把保护台海写入法律呢？答案可能出乎不少人意料，是法国。没错，就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外交强国，联合国五常之一的法国。就在2023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宏正式颁布一项名为《2024年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的法律，俗称7年建军法。其中明文强调，法国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将依据国际海洋法持续捍卫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尤其特别点明南海与台湾海峡，以维护该区域的和平稳定。这意味着法国正式将维护台湾海峡安全纳入国家法律义务，这是全球首例，从来没有任何主要国家以立法形式承诺保卫台海航行自由。消息一出，台湾各界又惊又喜，纷纷赞许法国此举坚定而有魄力，而北京则仿佛一时反应不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挺台大动作，陷入了难堪与震惊。要知道，长期以来各国大多对台湾问题小心翼翼，而法国此刻竟然走在最前面，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转变呢？我们不妨把时光拉回几十年前，历史上法国对台湾可不是这样的态度。事实上，法国早在1964年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西方第一批承认北京政权的国家，当时甚至不惜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在那之后，法国官方长期奉行所谓一中政策，与台湾仅维持民间往来。更夸张的是，1991年，法国曾经不顾北京反对，出售先进战机幻象2000和拉法叶军舰给台湾，引发中国愤怒制裁。北京大发雷霆，中法关系一度降到冰点，迫使法国低头妥协。1994年1月，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法国郑重承诺今后不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简单说就是答应不再卖武器给台湾。借此，北京才同意恢复跟巴黎的关系正常化。这段往事让台湾人记忆犹新。20世纪末的法国曾为了讨好中国，不惜牺牲对台合作，一度被认为是对北京最顺从的西方国家之一。然而风向正在改变，进入21世纪后，尤其最近10年来，北京当局在国际上的态度日趋强硬，不论是南海军事化，对周边国家的领土施压，还是战狼式外交，都让欧美国家逐渐提高警觉。欧洲各国原本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但陆续发现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对民主价值和国际秩序的挑战。一连串事件使欧洲舆论对北京的观感急转直下。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遭镇压，让欧洲人看到中共对民主承诺的背叛。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期间，中国官媒与外交官散播虚假讯息，对欧洲国家颐指气使。同时传出的新疆人权迫害，更让欧盟在2021年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北京恼羞成怒，制裁多名欧洲议员与机构作为报复，结果弄巧成拙，激怒整个欧洲议会。这些灾难级外交操作令欧洲政界彻底认清北京的威胁，许多欧洲国会议员开始更积极地声援台湾，毕竟台湾被视为对抗威权扩张的民主前线。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对台湾的支持声浪迅速升温。2021年可以说是转折点之一。当年4月，欧洲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同年，各国议会也纷纷行动起来，法国正是其中的先行者。2021年5月，法国参议院无异议通过决议，公开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等。接着11月，法国国民议会相当于下议院也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类似决议，呼吁政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这些决议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政治意义重大，这是法国国会史上首次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的国际地位。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馆跳出来抗议，声称这些议员是刻意替台独势力张目，
但是法国民意代表们并未退缩，反而让更多议员意识到是时候对北京的打压说不了。法国政坛挺台的一股清流逐渐汇聚。2021年10月，法国参议院还组团正式访问台湾，这可是自1964年断交以来层级最高的法国议员访团之一。访团成员包括前国防部长理查等重量级人物。北京之前放话恐吓说，去了就要承担后果，甚至宣布多名欧洲议员将被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但是法国参议员们根本不买账，坚持成行。参团的一位参议员奥利维尔·卡迪克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宣布以参议员身份要访台时，中国外交部威胁他不得前往，还声称去就要付出代价。结果卡迪克幽默地在参议院发言，中国只禁止我们去中国大陆和港澳，没提到台湾啊，这不正证明了台湾并不属于中国吗？此话一出，全场议员报以热烈掌声。中国的恐吓反而从侧面承认了台湾非其领土，真是讽刺。可以说，北京的高压恫吓不仅没能阻止法国挺台，反而激起更大反效果。法国国会中支持台湾的力量明显在增强，参议院的友台小组人数在短短几年内扩大了约3倍，从原本20多人暴增到60多人，成为参议院内成员最多的小组之一。这些议员来自执政党与在野党，各派一致，在台湾议题上找到了共同立场。民主阵营应该联合起来抗衡威权霸凌。尽管国会山雨欲来，法国政府高层当时却一度释放出相反的讯号。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会晤了习近平。访中结束后，马克宏在返程专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惊人之语。他表示，欧洲应避免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不要当美国的附庸。欧洲要追求战略自主，不应卷入台海危机。他甚至暗示台湾问题是美中之间的事，欧洲不该跟风。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许多欧洲盟友深感错愕和不满，认为马克宏的发言等于削弱对台湾的支持，向北京示弱。在法国国内，马克宏的言论也遭到不少抨击。刚刚那位参议员卡迪克就公开批评了马克宏的看法，还有一些法国政要认为，总统此番表态与法国一贯主张的人权价值相违，也和法国长期倡导的航行自由立场矛盾。毕竟法国是欧洲最早提出印太战略的国家之一，自2018年起，法国官方就强调印太地区，包含台海，对法国利益的重要性。马克宏的发言似乎在拉低调门，与国会日益高涨的挺台声浪形成鲜明反差。接下来发生的事犹如一场戏剧性的反转，总统想降调，国会却选择提调，而且是用最正式的立法手段。2023年7月中旬，法国国会上下两院分别对新的军事规划法草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在国会讨论中，不少议员提议在这份7年军事发展蓝图中加入对印太安全与台海和平的承诺。一开始，这或许只是国会自发的倡议，但令人意外的是，法国政府也没有反对。据卡迪克后来透露，就在参议院辩论表决前2天，时任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努特地打电话给他，表示政府支持在军事规划法中纳入有关保卫台海航行自由的条文。有了政府松口，法案在参议院和国民议会都顺利通过了关于台海的文本。于是，这项前所未见的内容就此写入法国未来7年的国防蓝图。7月12日，国民议会表决通过；7月13日，参议院也高票通过。紧接着8月1日，马克宏总统签署颁布法律，尘埃落定。从此，保障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正式成为法国政府的法定责任之一。这可不是一纸空谈的决议，而是上升到国家法律层级的义务，分量远远不同。要知道，这是法国国会史上头一遭在法律中直接提到台湾，连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都激动地直呼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仿佛难以相信法国真的完成了这件壮举。消息传出后，台北和巴黎欢欣鼓舞，北京则感到极大震撼。台湾政府对此表达由衷感谢。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甚至称赞法国是民主强国的典范。这项立法令人敬佩，强调这显示出跨国守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也公开致谢，赞扬法国成为全球民主阵营中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挺身捍卫台海自由航行的国家。台湾民间舆论同样振奋，有网友感叹法国人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还有人打趣说法兰西舰队欢迎常来台湾海峡做客。毕竟法国海军的足迹过去就曾出现在台海，现在有了法律背书，更让人期待未来能看到法国舰队与盟友一同穿梭台湾海峡，对北京起到下阻作用。再看看北京方面，法国立法挺台的举动无疑让中共当局大为光火，但也许是一时间不知从何发作。尴尬的是，马克宏才刚对外放话不卷入台海，结果自己国会转头就立法保障台海。北京原本对马克宏心存期待，没想到吃了这么一记闷棍。有观察者用傻眼来形容北京当局当时的状态，一方面不愿认可这项法案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难以阻止法国走自己的路。据了解，中国外交部私下曾透过外交管道向法国表达不满和抗议，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之类的立场，但在公开场合反而低调，没有大张旗鼓地谴责法国。这或许是北京顾忌把事情闹大只会让更多人关注，于是采取冷处理的策略。然而，中国官媒和社群平台上对此事的论调还是透出恼怒。有亲北京的评论声称，法国此举是跟着美国恶华在台海问题上玩火，扬言将导致中法关系受损，甚至有人老调重弹，拿出1994年中法公报来提醒巴黎信守承诺。但如今情势早不同往日，法国议会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不再接受北京对其对外政策的钳制。面对中国的警告，法国政府这次也没有退让。法国外交部只是在法案通过后对外重申，台海和平稳定不可或缺，法国依据国际法行使航行自由权利。言下之意，法国认为自身在台海的军事存在和表态完全合法，北京无权说三道四。这种强硬而冷静的态度和几十年前处处迁就北京的做法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那么，法国为什么敢挺身而出，扮演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这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从战略利益看，法国其实和台海安全有着直接相关。很多人可能忽略，法国是欧盟中唯一在印太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包括印度洋的留尼旺岛、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卡里多尼亚等。截至今天，法国在印太地区居住着将近200万公民，驻扎有数千法军。法国每年还有大量的欧洲对亚太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航线运输，因此台海一旦失陷或爆发冲突，法国自身的经济与安全利益都会直接受影响。法国国会在军事规划法中也点出这一点，强调法国身为印太强权，必须采取强势立场应对战略竞争对手，例如中国。保卫台海航行自由，不只是为了支持台湾，更是为了维护法国和欧洲在印太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说，法国立法的出发点并非单方面偏袒台湾，而是站在维护国际规则和自身利益的立场上做出的战略选择。正如法国外交部在报告中所述，台海和平稳定是自由开放印太不可或缺的一环，关系到法国的战略利益。其次，从国际联盟角度，法国并非单枪匹马。近年来，跨国的议员联盟纷纷成立，例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C 汇集了欧美许多国会议员共同对抗中国威权扩张。IPAC 在2022年曾于台北召开年会，通过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真相声明，强调那项决议从未提及台湾主权归属，不容北京错用来主张对台主权。各国议员回国后纷纷推动各自国会通过类似决议，截至目前，已经有9个国家的国会正式表态，澄清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包含台湾，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也就是说，法国国会近年来在挺台议题上早有累积共识，而军事规划法入法台海条款，正是在这股国际议会力量推波助澜下的成果。IPEC 的共同创办人英国人士裴伦德就透露，各国议员在通过2758决议真相后，进一步在不同国家合作推动更实质的挺台措施。法国作为欧洲外交重镇，
理所当然担起了领头作用。有了国际伙伴的支持，法国承担压力的心理负担减轻不少。毕竟若北京报复，他面对的不止法国单一国家，而可能是一整个民主阵营的反击。第三，从军事态势来说，法国有自己的考量。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让欧洲认识到威权国家动武的现实威胁，也让欧美更加警惕台海可能复制乌克兰剧本。一旦台海开战，不仅亚洲动荡，全球经济链条都会重挫，欧洲绝无可能独善其身。因此，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强化防务，并关注印太。法国这次的7年军事规划法，其实重点之一就是大幅提高国防预算，未来7年编列高达4133亿欧元的军费，预计到2025年将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2%， 达到北约要求的水准。法国明确表示要增强太空、网络、海底作战等新领域的能力，也要强化情报、导弹防御、本土及海外领地安全、后备部队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便是提升法国远程部署和力量投射的能力。说白了，法国要确保关键时刻能把军力派到海外，捍卫自身和盟友利益。台海这个潜在热点，自然在法国军方的规划蓝图内航行自由。一旦写入法律，等于赋予军方未来在台海行动更明确的授权基础。可以预期，法国海军未来在台海及南海的巡弋将更常态化、更理直气壮。事实上，近年来法国已经频繁在这一带露脸。2019年4月，法国海军巡防舰云雀号不经声张地通过台湾海峡，结果中国解放军气急败坏，居然临时取消对法舰参加中国海军阅舰式的邀请，以示抗议。2021年到2023年间，法国更连续每年都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包括2022年3月的范德米耶号巡防舰，2023年4月的普拉亚利号巡防舰等。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4月，普拉亚利号通过台海时，正好就在中国解放军对台实弹军演期间。当时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大张旗鼓进行所谓环台军事演习，而法国舰艇选择硬生生在此时穿越海峡中线完成航行。台湾国防部事后证实这件事时，特地强调法国军舰是在未经中国许可的情况下通行，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无害通过的权利。这无疑是直接打脸中国单方面声称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的谬论。法国的行动表明，国际社会普遍认定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外国军舰有权通过，根本不存在北京所谓侵犯中国领海的问题。法国此番立法等于再度强化了这一立场，明确宣示台湾海峡属于全球公共航道，法国将与盟友一道守护这片海域的自由。正如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在2025年发表的一份声明所说，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属于国际航道，维持台海的稳定与航行自由是国际社会的战略要务。他们甚至直接呼吁法国政府持续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行使无害通过权，维持台海的现状。这些话语和行动无不说明法国上下对于保障台海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准备付诸实际的。法国立法挺台的国际影响也相当深远。法国开了第一枪后，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事实上，尽管目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明文把台海安全写入法律，但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在政策文件上越来越明确地提及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比如美国其实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就法律保障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和维持美军抗衡任何对台威胁的能力。近年美国国会更是接连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盟邦国际保证倡议法等，以法律形式强化美台实质关系。2022年底，美国国防授权法也纳入了台湾政策法部分内容，要求加强台湾防务，扩大美台军事交流。虽然美国法律的着眼点与法国稍有不同，美国偏重直接军事援台，法国强调航行自由原则，但两者殊途同归，都是在为防范中国武力犯台做准备。再看日本，长期在台湾问题上小心低调，但如今姿态也逐渐转变。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多次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震撼国际。
而现任日本政府在新版安保战略文件中，也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虽然日本还没修改法律明定介入台海，但已经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且被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可能合法出手相助。可以预见，随着法国这一先例诞生，未来不排除会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采取类似立法或政策宣示。毕竟，北京在台海节节进逼，只会逼出更多的对抗性反应。2023年以来，7国集团 G7 峰会联合公报已连续几次明确提到台海和平的重要。北约的战略概念文件也首度关注到中国挑战和印太安全。欧盟本身虽然步调稍慢，但高层官员也一再表态台海稳定事关欧洲利益。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民众越来越能理解台湾处境与乌克兰的相似，都是民主小国，面对强邻虎视眈眈，西方若不及早下阻，代价将更为惨痛。回到法国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法律，而是一系列外交军事布局的组成部分。学者指出，法国近年正在强化在台湾周边的战略布局，例如，法国积极与台湾周边的盟友合作，跟美国、英国在印太开展联合军演，与日本、澳洲等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协议，甚至关注提升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东南亚期间，特别与菲律宾讨论了南海与台海安全议题，表达出协助菲律宾提升海上防务能力的意愿。法国的军火工业也瞄准东亚市场，例如法国正在推销先进潜舰给菲律宾等国。如果这些合作成真，将进一步压缩中国在周边海域的空间。可以说，法国正把保卫台海纳入其整体印太战略的一环，并试图团结更多伙伴，一起维持区域平衡。台湾则被视为检验民主阵营决心的一块试金石，连台海都守不住，国际秩序将全面崩解。所以，法国此举也是向全世界表明，面对专制扩张，民主国家有能力也有意志联手维护和平。这场史上第一次的大国挺台行动，不禁让我们思考，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会不会有更多国家跟上法国的脚步，把对台支持写入正式政策甚至法律？北京又会不会因此变本加厉，以强硬手段回击？目前看来，中国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施压仍在持续，几乎每周都有战机、军舰骚扰台湾。然而，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也今非昔比，除了谴责声明，越来越多实际行动正在成型。美日同盟加强演训，美澳日菲4国启动海岸警备合作，英国派遣最大航母打击群驶入亚太，德国也计划2024年派军舰重返印太巡航等等。台湾问题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东方局部议题，而成为牵动全球战略格局的焦点。而法国作为西方传统强权，此刻选择主动担责，更具有标志性意义。未来一旦台海局势恶化，法国的法律义务将敦促其采取行动，可能是外交介入，可能是军事威慑，也可能是人道援助。不论何种形式，对北京而言都是新的变数与压力。最后，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法国把保护台海写进法律，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民主价值写进人类历史的一刻。台湾海峡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自由与专制的分界线。当越来越多国家愿意为了这条海峡的自由航行与和平稳定站出来，意味着国际社会在基本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不允许以武力改变现状，不允许威权恣意扩张。当年法国照着中国的剧本行事，签下不援台的承诺，而今法国亲手改写剧本，将挺台义务载入自家法律。历史走到这一步，令人感慨万千。曾几何时，台湾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如今终于有大国以立法来护持其安全。当然，我们也不能天真乐观地以为凭这一道法律就能高枕无忧。北京当局的野心不会因此消退，台海仍处在危险边缘。然而，正如一句名言，邪恶之所以猖獗，只因善良的人沉默。现在，法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选择不再沉默，他们用行动传递讯息。台湾的命运攸关着自由世界的荣辱。未来若有风暴来临，我们将看到更多正义力量汇聚台海。法国的这一次
史上第一次正点燃了国际合作保卫台海的新火炬。展望未来，台海能否守住和平，民主阵营的决心和中国的企图心终将迎来一场角力。或许我们无法预知结局，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今以后，台湾海峡上不再只有风吹浪打，还有自由世界坚定的目光与身影。法国的法律已经写下庄严承诺，这既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给予北京的一记警钟。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破坏和平的野心都不会不遭遇抵抗。台湾这座民主灯塔背后，越来越多国家站成坚实后盾。当自由的航船在台湾海峡乘风破浪，这一刻，历史已然改道。北京或许还在错愕，但世界已经在行动。我们会继续躺平袖手吗？显然不会。民主国家正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他们绝不允许台湾的光芒被暴风雨熄灭。自由航行的旗帜已在台海高高扬起，未来的篇章将由所有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共同谱写。